那宋3岁拿着这硕大的窝头，直接给爱宝。爱宝心想，这么大的窝头，真的都是给我的吗？不会又在拿自己当乐子吧？而事实上，正如爱宝所想，宋3岁想用这大窝头引诱爱宝去世外园区。爱宝看着这硕大的窝头，已经垂涎欲滴了。但爱宝可不是瑞宝和辉宝，爱宝不再上当。爱宝眼瞅这都是假的，肯定不是给自己的，指定又是骗自己去世外的。爱宝无视宋3岁，转头走去园区另一侧，离宋3岁越来越远。宋3岁在宝家的地位真是越来越没有话语权了。眼看爱宝离开，宋3岁来到园区，偷偷给爱宝的竹子拿走了，心想爱宝没了竹子就会去世外了。但爱宝这次表示自己是不会屈服的。爱宝看到宋3岁离开了，又重新回到小亭子上，继续和瑞宝玩耍。而辉宝此时正在小树上睡觉，以及隔壁的乐宝此时都在室内园区。乐宝就这样趴在小亭子上，看着爱宝和自己的女儿玩耍。这一家3口只有爱的画面，反让宋3岁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冷落。宋3岁又碎了，转头走去了隔壁的小熊猫家，想通过小熊猫治愈自己受伤的心灵。而爱宝和瑞宝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如果不这样，就不是宋3岁了。瑞宝这时想爬上树，爱宝看到后立马阻断瑞宝，要是让瑞宝爬上去，爱宝不就和宋3岁一样没人陪了？所以爱宝坚决不让瑞宝上树，要让瑞宝留在下面陪着自己。而此时因为爱宝一直不去室外，饲养员小哥哥只好将刚才为爱宝放置的竹子又扛了回去。想必接下来如果不让瑞宝和辉宝一起陪着去室外的话，爱宝也不会轻易的去室外了。今天辉宝在园区高声呼喊着，小爱要吃熊了，小爱要吃熊了。最近姐妹俩牙齿发育的越来越好了，经常偷爱宝的竹笋。以前偷竹笋纯粹是为了玩，姐妹俩根本啃不动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如果爱宝出来晚了，就只能看见一堆竹笋皮了。看到爷爷放好竹子离开后，悄悄走上了小亭子。早在爷爷放竹子时，辉宝就发现了竹子下面的竹笋。辉宝伸手的功夫，就给藏在竹子下面的竹笋给找了出来。拿到竹笋后，辉宝毫不客气的就吃上了。此时的宋爷爷还不知道一会儿会发生什么。只见辉宝对着竹笋一口接着一口，肉眼可见的辉宝2排亮白的小牙齿都长齐了。辉宝对着竹笋虽然一口接着一口，辉宝现在对竹笋还没有想要下咽的想法，都是咬到嘴里后嚼一下里面的水分，然后就吐掉。辉宝吃着吃着还不忘观察妈妈有没有过来。辉宝的小脑袋望向去往室外的通道门口，观察到妈妈还没回来后，辉宝放心了，重新拿起竹笋继续开吃。辉宝现在不仅竹笋吃得好，给竹笋剥皮也很是熟练了。而瑞宝此时刚从树上醒来，还没看到妹妹这里发生的事情。很快辉宝这里就给这根大竹笋吃差不多了，留下的是一身自己咀嚼过后的竹笋和一堆竹笋皮。等爱宝一会儿走出门来到小亭子上，看到这一幅景象后，一定会一脸茫然的。而且以后爷爷们在放置竹笋的时候也要多留一个心眼了，要时刻提防着辉宝，不然晚上爱宝回去后对不上账，以为是奶爸偷吃了。而这也是为什么爱宝会吃辉宝，因为爱宝最讨厌的就是浪费。对于辉宝咀嚼过后的竹笋，爱宝也不嫌弃，全帮辉宝吃光了。爱宝正坐在员工门口喊奶爸出来给自己开门，让自己回家。而一旁的辉宝则又在欺负南天宝。今天中午时，爱宝掐着点走向通道门口，让奶爸给自己开门，自己下班回家。而此时的瑞宝和辉宝姐妹俩分隔两地，一个在小亭子上，一个在小滑梯上。辉宝听到妈妈喊爷爷的声音后，从睡梦中醒了过来，但是又没有完全醒。辉宝在这半梦半醒的状态下，给自己卡进了树缝里。爱宝在通道门前转了一圈，没有看到开门，于是便又走了回来。爱宝走到小亭子上，给辉宝叼了下来。爱宝现在最会拿捏2个爷爷了，知道奶爸疼爱自己的宝贝孙女，所以爱宝下班点看不到奶爸给自己开门，就拿一个女儿过来当熊志，表示奶爸不给自己开门，自己可要揍你宝贝孙女了。不过往往挨揍的都是辉宝。爱宝走到奶爸的通道门口前，给奶爸下最后的通知，表示再不开门，自己真的要动手了。而辉宝一脸懵的坐在南天宝旁边，殊不知自己已经成了妈妈和爷爷之间谈判的工具。果然爱宝的这一招是管用的，很快爷爷就给爱宝把通道门打开了。爱宝抛下姐妹俩独自离开，而瑞宝从始至终都在小滑梯上睡觉，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和其没有关系。而与此同时，福宝也出门营业了，此时正在室外园区散步。福宝围着园区走来走去，感受着室外园区新鲜的空气。随着福宝回国的日子将要来临，对韩国的姨姨们来说，见福宝的机会是见一面少一面了。
不过等福宝回国后，也欢迎韩国的姨姨们来中国看福宝。这时爱宝正在吃竹子，福宝则依靠在妈妈身上，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够长大。一会儿爱宝吃完，母女俩神同步的一起倚靠在了小亭子边上。此时的画面既和谐又治愈。一会儿母女俩睡醒后，福宝悠哉悠哉的躺在小木床上吃竹子。吃完竹子后，福宝站在小亭子上观望了一圈，发现妈妈不见了。福宝走到饮水盆前喝水，喝完水一会儿回头，突然发现妈妈原来在小木床上。福宝看到妈妈后，便想跟妈妈贴贴，但福宝这个年纪正是雄健雄闲的时候。爱宝看到福宝过来，选择了远离福宝去了小亭子，但福宝很快又跟了过来。爱宝看福宝压到了自己的竹子，一下就给福宝推开了。无聊的福宝自己来到了小树上睡觉。一会儿爱宝吃饱后也来到了小树上，爱宝将福宝揽在怀里，这个画面简直太温暖了。爱宝倚靠在福宝身上，虽然爱宝和福宝没有交流，但这种无声的陪伴反而是福宝最大的安全感吧。一会儿爱宝和福宝一起在小树上睡着了。睡着后的福宝总是不断调整自己的睡姿，试图离妈妈更近一些。或许对福宝来说，只有倚靠在妈妈的身上才踏实。一会儿爱宝睡醒后从树上下来，福宝不舍得伸出手，试图让妈妈再陪自己一会儿。福宝发现妈妈并没有停下的意思，便打算自己去找妈妈。而来到饮水盆旁的爱宝看到福宝要从树上下来，爱宝担心福宝的安全，则是一直默默看着福宝，但福宝还是不负所望的摔了下来。从树上下来的福宝来到了妈妈身旁蹲了下来。福宝表示在妈妈身旁，就连产青团都安全感满满。一会儿福宝跟着妈妈来到了门口，陪妈妈一起叫爷爷开门。就当福宝回小木床上发了会儿呆的功夫，爷爷将门打开了，但只有妈妈自己出去了。福宝被留在了室内，看爱宝自己在室外休息的状态，好像轻松了不少。没有福宝在身边折腾，爱宝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福宝冲着妈妈的头拍了一巴掌，便急忙逃跑。结果还没有妈妈一个翻身快，福宝被妈妈吓得掉下了小木床。因为刚刚爱宝又拿福宝当毛绒玩具玩，爱宝将福宝抱在怀里一顿宠溺，一点也不管福宝受得了受不了。刚开始福宝还觉得很好玩，但慢慢的福宝便被折腾的有了脾气，不断的想从妈妈的怀里挣脱出去。福宝表示再这样玩下去自己都要晕了。每次福宝刚挣扎出去，就又被妈妈抱了起来。福宝被妈妈玩得晕头转向的，爱宝则对福宝说这都是妈妈对你的爱。最后福宝用一撮毛的代价从妈妈嘴里挣脱了出来，然后偷偷冲着妈妈的头拍了一巴掌，转身就跑了。爱宝看着逐渐远去的福宝，没有再去追，福宝则自己来到了树上。福宝玩了一会儿后又跑回去找妈妈，又跑来和妈妈贴贴，贴贴完了转身又离开了。福宝这古灵精怪的样子和人类小孩太像了，有时爷爷都会怀疑福宝里面是不是藏了一个小孩。福宝往返于草丛和妈妈中间，玩一会儿就回来找妈妈，挨一顿揍后便又离开。